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爆出300亿假黄金惊天大案。我很少讲案子很少讲这种个别案子，我更关注政策因为政策影响面更大。但是今天这个案子我不能不讲，因为它实在太大了，300亿300亿。它有多少黄金呢？83吨黄金涉案的黄金83吨，所以这是一个我没见过的案子，没见过这么大标的的案子，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一下你可以看到中国发生的情况是越来越匪夷所思这个300亿什么概念？你把人民币得堆满多少个房间？这300亿先讲新闻，涉案的这个企业叫武汉金凤，它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这个黄金饰品的生产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这个黄金首饰的制造商之一那么从2015年开始，武汉金凤它提供了一个双保险的方案，就是这一头呢给质押黄金，这一头呢就给买保险，就是跟保险公司买保险，用这两种方式来这双保险的方式向金融机构这个贷款。它这个贷款涉及到多少呢？74笔300亿那么到今年10月全部到期，已经还了140亿，现在还剩160亿。那么质押的黄金是多少呢？83.03吨这些黄金全部是存在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就是叫什么金库里金库，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很保险。然后他还去找这个人保财险投300亿的保险，所以呢这些这个金融机构就相信他，就干什么呢？就借钱给他，借了300亿借了300亿。那么到了今年5月16号有一笔6亿的这个信贷计划到期，那么这个借款的银行叫民生信托，就要求把这个它不是质押黄金吗？把这黄金开箱检验，因为还差1个月就要到期，他要还6亿，他看看这万一还不了，我这黄金有没有问题？结果出来前一天晚上，这个武汉金凤的这个董事长叫什么呢？叫贾志宏就打电话给武汉叫民生信托，就说哎呀不要检测了，你就不要检测了。那他民生信托呢哪干呢？说不行，这个已经委托了，停不下来。第二天结果出来，早晨这个贾志宏就给武汉民生信托的这个高管发一条短信发一条什么短信呢？就是说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感谢你们这个多年来的支持帮助最后的2个字就是别了。这武汉信托的这个高管一看这别了这2个字，就心里凉了半截。我靠，这什么情况这是？结果出来的是什么？大家我先不说这件事情发生的之前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今年2月份。今年2月份有一家公司叫东莞信托其实借钱的大部分是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呢，在东莞信托在处置另外一单，也是贾志宏，就是质押品，也是用黄金做质押。然后他们在处理这一单的案子的时候呢，随机抽了1公斤的金条去检测随机抽的，结果检测结果出来，黄金是什么？黄金是假的。表面是镀金，里面是铜合金，不是999这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先有2月份的这
这个案子先报了一下，这民生银行有6亿在那儿，这吓得够呛，赶紧就申请法院啊，要求法院这个解封，强制执行，就是把那个质押的黄金打开开箱处理。他现在6亿质押黄金是200多块金条，抽了10几块，由武汉中院来组织这个检测5月22号收到检测结果，民生信托收到检测结果，黄金是假的，主要成分是铜合金。这个案子就砰就爆出来了。武汉金凤以999黄金质押 83.03 吨啊，开出了一个300亿的保单啊，300亿的保单。然后呢，就这个人保财险跟大地保险接受这300亿的保单啊，把300亿的保单完了以后呢，就融资300亿啊，融资300亿，陆续的借还，现在还剩下多少？160亿。这160亿到今年10月份全部到期，其中融资规模超过10亿的有5家，合计这5家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50亿。民生信托 40.74 亿，恒丰银行 38.94 亿，东莞信托 33.7 亿，你看东莞信托出来了哈，啊，拿去检测吓得够呛啊！安信信托 19.19 亿，四川信托 18.1 亿。其实这是个双保险机制啊，对于信托公司来说，这借款机构这边有黄金质押，这边有财险保单啊，300亿应该是全覆盖啊。然后呢，结果发现黄金是假的，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说。现在湖北省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来解决问题，由副省长来牵头啊，把这个武汉金凤三环集团，为什么三环我下面说啊，人保集团全部拉进来啊，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6月2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取消了武汉金凤的会员单位的资格啊，然后这个是怎么开始的？这个事是从混改开始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很多的这个民企都是混改上栽了跟头啊，混改我们等一下说说混改。标的是什么呢？混改的标的是三环集团。三环集团是湖北省的这个国资委的国企啊，省国企。然后它是总资产150亿，员工有3万多人，主要是做汽车零件、机械电子产品。那么有三环股份和这个襄阳轴承2家上市公司，是湖北省机械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然后它混改呢，这个2016年开始，这个贾志宏其实就是武汉金凤的老板。他参与混改啊，非常高调啊，70亿收购啊，70亿击败所有的人啊，成为混改的黑马。然后2018年支付了52亿收购款啊。贾志宏呢，在湖北省，你想武汉金凤他做黄金的啊，在武汉的关系深厚啊，那然后这是武汉金凤这个能够成为这个混改黑马的原因啊。那么这160亿呢，跟之前的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然后就现在的问题出来了，他把52亿扔进去之后出了状况，三环集团高层腐败翻船。三环集团的这个高层管理人员，然后这个混改过程又被质疑，导致整个混改进程停顿，然后钱又拿不回来啊，这个跟汇源果汁很像啊，然后这个钱拿不回来，
然后就开始它的资金链就非常的紧张啊。那是这样，做珠宝行业的人呢，做珠宝这个行业呢，永远钱不够啊。为什么？珠宝这个行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行业，就是它所有的产品全是钱啊。你做黄金也罢，做翡翠也罢，做其他的珠宝也罢，它的产品都是很贵的东西。他想做更多的生意，他就必须扔更多的钱进去。所以你看哈，珠宝商是没有钱的，珠宝商没有现金在身上的，就是没有多少现金的，他恨不能把所有的钱全部买东西，因为他才能做生意啊，他的生意就是钱。所以所有的珠宝商永远不够钱。你去看那个 De Beers， 他们也是不够钱的，永远都是要借钱的。所以为什么你看为武汉金凤能借出300亿来，原因一点都不奇怪，懂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这个52亿不少的，对他来说，你想他借160亿，剩下160亿，52亿扔进去了，他的资金链应该是非常的紧张。然后这52亿要回不来，理论上来说他投进去，然后成为股份之后，他能再捞点钱回来，再维持他的运转。但是不行，他就开始就困在里面，然后他之前借的很多钱就开始爆，就开始爆了，然后就碰见了什么？从去年开始，他的资金链就开始有问题了，2019年开始就有问题了。可是到2019年，湖北发生什么？疫情。他是干什么的？珠宝商。珠宝商是基本上零售行业，基本上在这个行业，在这场疫情当中，那基本上不能说灭顶之灾吧，它基本上就很麻烦了啊，非常麻烦。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出现了，就什么情况？就是发现它的质押品是假的。然后武汉金凤它的300亿质押物是83吨黄金，83.3吨黄金，它放在不同的银行的保险柜，而且他买了保单，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你想一下，这个保险公司接受他的保单，他不检验的吗？好奇怪吧？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黄金是放在银行的金库里，这不可能调包吧，对吧？银行的金库，你说还有什么比银行的金库更严的？没有了，比他自己库房还要严，是吗？但是很奇怪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看这个黄金，你看它这个民生信托去检验完了以后，检10几根金条一检验是假的，那它整个的抵押品83.03吨的黄金是不是全是假的？现在案情还不清楚啊，到底有多少假，有多少真，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初他受保的时候有没有检验过？你想一下，保险公司那得多保险，我接收300亿，如果这是黄金是假的，我得包赔啊！你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其实这现在最胆战心惊的是谁？是保险公司，因为他受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没有可能检测错误？检测错误我觉得很难啊。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出现调包？这个就有一个很奇怪，就是保险公司会调包吗？就是这银行的这个金库里面会调包，它是不同的银行同时调包可能性也很小，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奇怪，非常奇怪。我们讲一下什么概念，这个83.3吨黄金什么概念啊？大家知道中国黄金储备有多少吗？中国黄金储备去年公布的数字，好多年都没变了，1958吨，1958吨，它的抵押是83吨，什么情况？然后中国最大的黄金制造商生产企业
叫紫金矿业。紫金矿业一年的产量，整个的它是紫金矿业是家上市公司，很大的啊，它一年的产量40吨。你想金凤它有83吨，比它的产量还高1倍，年产量，一年的产量。然后呢，中国黄金一年产量是多少？全中国的黄金一年产量380吨。中国黄金的年销售量、消费量，就是首饰啊各种卖出去的，一年是卖1000吨，卖出去1000吨，卖的老百姓1000吨，大概是个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金凤武汉金凤拿出来质押的83吨黄金是非常大的量，非常大的量啊！这是一个那他参加这个混改。混改其实坑了蛮多的民企，混改为什么会坑这么多民企？大家想一下，混改是发起方是谁？全是国企。发起混改的这个国企，它通常有什么情况？它通常有规模很大的这个情况，通常它拿出来混改都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但是这些龙头企业呢？怎么说呢？就是有好的资产，有不好的资产，反正你看不大清楚。你知道这个中国作假，那这世界一流啊。那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愿意去参加混改，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占点便宜啊，希望占点便宜啊，就是利用混改，化公为私，以小博大。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都想干这种事情，当初金凤是怎么来的？金凤这个老板，他在香港生活过7年，然后他原来是个退伍军人，然后在香港生活7年，97回归之后，他又跑到大陆来做生意，他就收了什么呢？他就收了人民银行武汉的一个制金厂，然后拿来改造成为武汉金凤。然后再改造去纳斯达克上市，是个这样的东西。很多民企愿意参加国企的这个混改，就是能浑水摸鱼，混点东西。但其实现在的国企不是那个时候的国企，现在国企比以前黑多了。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汇源果汁啊，大家都知道汇源果汁。汇源果汁的老板朱新礼啊，朱新礼当年这个可口可乐看上了汇源果汁，觉得汇源果汁不错啊，知名度也很高，然后这个看过去也很健康。2009年，可口可乐出价179亿收购汇源果汁，但是呢，179亿。对汇源果汁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啊！朱新礼想卖嘛，朱新礼想卖，但是呢，商务部不批，说这是民族企业，不让批。结果朱新礼大病一场，回来以后想想啊，好吧，就继续干吧。继续干的结果是什么？继续干的结果就是中石化忽悠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混改项目，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项目混改之后2年之内会上市，上吗？朱经理一听好，进去了，30亿，30亿上来之后，结果怎么样？上市没有？没有上市，为什么？国企嘛，国企它不一定要。国企的话不可信，我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说法，你一点办法没有。结果他想把30亿拿回来，拿回来了吗？没拿回来。果汁行业保利啊，你一抽掉30亿，他这个整个企业就根本就不行。所以现在朱经理什么情况？卷不快走人。所以混改坑了很多人啊，武汉金凤也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那他。就金黄，武汉金黄啊，武汉金黄，我说错了啊，武汉金黄啊。
然后呢，武汉金煌这个上市公司，它的现在的市值啊，武汉金煌的这个纳斯达克上市，现在报价是1.1块啊，一年跌掉了70%，市值现在只有1200万。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混改。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是湖北省进行调查，然后把这几家全部找来。但是这里面有个非常奇怪的情况是什么？借钱的这一方，这几信托投资公司却没有在这个方案里面爆出这个惊天大案的案情，到现在还不清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其实在哪？在保险这个环节，保险跟质押这个环节。因为你想一下，就是因为保险，所以他们没有检测。但是如果没有检测，但是这个保险公司不检测的嘛？保险公司如果没有检测，人保和大地保险公司跟金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这里面就有一系列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湖北省的这个把这个三方保险公司，湖北金煌、武汉金煌，加上这个叫什么？我看一下，三环集团。把三环集团也拉进去啊，讨论怎么解决问题，这就非常的奇怪。当然，把三环集团放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参加混改，有52亿在三环集团。三环集团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是把这个钱还我，我能够还别人的钱。这里面有一些，但是他不把债权人放进去，为什么？这里面就很多的疑问啊，很多的疑问。那么贾志宏是个什么人呢？贾志宏是个什么人呢？贾志宏这个人呢，你想一下，他当过兵，香港身份，回来接的是谁呢？接的是人民银行，股份制改革改出来的这个制金厂，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接得了的。然后呢，他这个人高马大，这个行我没见过。但是别人说是人高马大，这个气势非凡，身如红钟，黑白两道都通吃，通常做珠宝的啊，对，黑白两道都吃，因为珠宝这个行业是比较招事儿的啊。然后呢，就有个人讲过一个故事，讲过什么故事呢？说这个10年前，贾志宏把一批黄金质押给一个小贷公司。就融一笔钱临时用啊，那小贷公司呢的老板呢就很信佛，信这个藏传佛教啊。有一次去西藏这个礼佛，临时没准备什么东西啊，打开保险箱拿2根金条，就是贾志宏押给他们的金条，拿2根金条作为佛礼，就去了西藏。回来以后刚下飞机，西藏那边打电话来。说你怎么拿2块铜块来欺骗佛祖，把这人吓得够呛，赶紧把这个黄金退给那个贾志宏。这个小故事在湖北，就是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因为你想一下，大家这个行业的人吃饭一说不全知道，所以呢，贾志宏在当地是个就湖北武汉金煌在当地是个民企，但是他在当地借的钱不多，他只借了2亿贷款，在当地只有2亿贷款，还有20亿的担保和反担保的责任，钱就不多，当地的人都不大愿意借钱给他，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情况。然后你看哈，在这个300亿的这个贷款当中啊，这个很少钱来自当地的金融机构，就是我说的300亿，83吨
黄金质押的300亿，没有当地的金融机构，只有6亿来自三家湖北的非核心金融机构啊，都是债权人的主体，都是外省的金融机构，所以湖北当地人不借钱给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当现在这个案子呢，还有很多谜啊，还有很多谜。那么我是觉得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个标的太大了，300亿啊，然后这个83吨黄金，这是个非常大的标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案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涉及的这些事情的主体，全部都是金融机构，全部都是金融机构。你想，贾志红他的武汉金黄，他是个黄金机构啊，黄金制品的公司啊，他手上的原材料全是贵金属，和他打交道的全是金融机构。你想一下，金融机构跟什么有关系？跟资金有关系。这一下子300亿，剩下的160亿，160亿有这么多家金融机构，那就会都是10亿以上的，有5家，这个后果是很严重啊，后果是很严重。然后再把什么都搞进去了呢？再把人保搞进去，再把谁搞进去？三环集团搞进去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下子，等于原来就是不检测，一切事情都没事。只要你马上往下翻起来，事情全部都会发生。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以前我们讲中国很大的就是吹很大的泡泡啊，所谓的泡沫是什么？泡沫其实是没有支持的实体知识、实际的实质性的资产支撑的东西，就叫泡沫。这就是泡沫。就是300亿就是泡沫，因为如果这个83吨黄金全是假的，那这300亿就等于就是打水漂，因为它完全没有压力，就直接跑掉就没事。但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反映出什么东西？可以反映出现在金融机构的运作已经非常不规范。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执行他应有的责任的话，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一定不会发生。那么肯定在一些关键的环节，你比如说财险，在投这个财险投保的时候，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它一定要检测的，它不检测，那你怎么接这个保单？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这个环节肯定出了状况。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循环当中，谁是知情人？除了这个贾志红以外，肯定有人知情。那这个知情，这个捂得这么严实，当然这件事情迟早会爆。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这个样子，武汉金黄现在这个资金状况，10月份要把160亿还清。我觉得肯定是会下一个雷暴，就是这个啊，这就是提前引发的一个雷暴。那么我们经常讲啊，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之下，债务违约将是常态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债务违约。过去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借贷。持续的借贷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持续的借贷借到现在借不动了，为什么？我们就讲很多借贷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不是实质的资产，这个不是实质的资产吹出来的这个泡泡，如果是实质资产没问题，那就不是泡泡，它只是杠杆而已，做了一些杠杆而已。但是没有实质资产支撑的这个债务，它就可能爆掉啊！经济增长好的时候不会爆，为什么？因为你持续的会有资金进去啊。但是如果经济回落的时候，这些原来没有实质资产支撑的
债务就会爆掉。爆掉的结果就是什么？爆掉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它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就是一系列的金融风潮，就是这一系列的信投。你看很多信投投资公司，很多信投公司叫破产。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会引发其他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因为信托投资公司的钱也不是他自己的钱，他是别处融来的钱。那么他如果破产，那他融来的钱也会导致，这就是金融行业的这个我们叫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这个惊天大案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啊，很典型的案例。当然，其他的金融债券违约会有其他不同的状况，但是类似，核心的类似是什么？核心的类似就是作假。其实大部分的金融违约主要的问题都是作假。为什么？你想一下，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我准备借钱借给你10亿，我要求你拿东西抵押给我，你给我抵押东西，如果中间没有造假，他借不出来10个亿。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有那么好的资产，银行会找他去借钱。所以如果他跑到信托投资公司来借钱，一定是造的假。信托投资公司知不知道他造假？知道造假，但也借给他。为什么？他只能贷给这些人，所以他把利率弄高一点，他就刀头舔血。中国大量的金融行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明知造假，我也给你，我就多拿点钱，多挣点钱。但是呢，希望呢这个造假不会爆掉。爆掉其实呢，雷暴的原因基于什么？雷暴的原因不是基于它违约，违约其实信用违约才可怕。如果不是信用违约不可怕，因为你有抵押品。你像这个完全不可怕，本来是完全不可怕。你违约就违约，我这还拿着黄金呢，说不定黄金涨价我还能多赚一点。我没收这个抵押品，我要挣更多的钱，可能是这样。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造假，他完全没有抵押品，那个抵押品根本就是假的，或者是抵押了好几回的，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中国经济的形势就处于一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实体经济这一块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我们讲这个经济重启其实效果非常的不好，两头需求都很差，外部需求很差，就是出口。你想西方国家现在经济还是这个情况，出口肯定是很差，这是一头。内部就不用说了，政府又没发过钱，所以没钱，没有消费，没有需求，内部外部需求不好，整个经济恢复不了，所以实体经济是在停滞啊，没起来。那么你可以看到，像金融这些环节就会出问题啊。好吧，我们今天我们就大概的把这个案子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很少讲案子，只不过今天看到一个这么大的标的，我实在是吓了一大跳啊。那么又是刷新我们的记录，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请大家给我们点赞啊，这个很重要对我们。那么另外我也在这里鸣谢一下这个我的小病给大家很多网友很关心我啊，我在这里统一鸣谢一下，请大家放心啊，我已经好多了啊，感谢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是武汉金黄，不是金凤啊，不是武汉金凤，抱歉啊。然后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明谢 Mike 猪，谢谢 Karen，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好友 Vicky 曹向国内翻墙的朋友致敬。翻墙不容易，我们珍惜这网上相遇的时光，谢谢周雨婷啊，
又赶上硬核新闻，王老师加油，谢谢。BT Aurora，谢谢。关于这个黄金造假这件事情，其实黄金造假这件事情在中国很普遍啊，非常普遍啊，很多跟黄金造假有关的新闻啊，很多的新闻，所以在中国买黄金是要小心啊，小心。这个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这就是王天下之兆啊，王天下之兆。我们想做生意很重要的是什么？信用啊，你只有信用好，你才会持续的发展啊。那么中国的商业信用怎么样？中国商业信用非常差啊。那么所以商业信用非常差跟这个商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也没关系。有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商人，你做这个事情，你当然不能够不讲信用。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整个社会都没有信用。那他为什么凭什么就他要讲信用呢？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环境有责任，但是王天下，我们讲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有责任，就是社会环境的这种问题，就是王天下，这就是王天下之兆啊。观点下面会有老老王，谢谢。难怪有人说中国除了假牙是真的。OK， 观点下面会有大批零售的黄金被检验，如果有镀金或者纯度不足的，一点都不奇怪。国内有未开包装的金条生锈的案例，被政府和买金条的商行糊弄过去，竟然说是正常。国企造假是最厉害的啊！国企造假是最厉害的。观点：混合制改革其实就是改制企业的老板和一帮管理层以及核心利益者，把国有企业的资产作价变为股份，然后老板和管理层以及核心利益人以经营能力和现金作价变成股份，纳入即将改制的国有企业股份里，再寻求战略投资者购买，比如银行或者少数想发达的大佬。谁能想到老板及管理层比你还黑，把假黄金做质押，厉害，搞不好老板要被共产党枪毙了，一杀一儆百了。混改有很多，里面有很多的黑幕啊。当然顶级企业的混改，就比如说央企的一些混改。央企的混改是什么？央企的混改基本上是把那些像腾讯啊、百度啊这些顶级的外资企业、私企的老板拉进来，给点钱花，有点像收买路钱的样子啊。那么地方国企的混改，那么涉及到很多国有资产的这种变现啊、流失啊，这个贪污腐化啊，涉及到很多这方面。但是它政府也有个职能，就是把这些地方的大佬、私企大佬拉来放到里面去，也有这样的政治功能。但是里面有更多的这种黑幕啊，这里面就是叫什么呢？私企他要参与这混改，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真有钱啊，没有钱没人理你，这第一个。第二个，跟当权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那你会死得很难看啊！跑到他的地盘去跟他找饭吃，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所有参与混改的人，私企的老板，4个字，刀头舔血啊！刀头舔血，那都是。除非他当白手套，当省委书记、省长的白手套去参与混改，然后把这个该拿来的好处全拿来，左手递右手伸出去，除非是这样，否则的话，你想那边去混点钱回来，有点难啊。
提问王老师，现在美元、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会出现黑市吗？像80年代的卢布一样，有官方汇率，有旅行者汇率，有黑市。黑市呢就要有黑市价格啊，黑市价格呢才能有黑市，因为你没有黑市价格，你黑市形成不了。黑市很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要有黑市价格。黑市价格呢，你必须是一个市场流通量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它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有没有呢？有，香港是人民币的这个市场流通香港的早换店基本上反映了人民币的市场价格啊，所以在这一块大体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对比人民币官方汇率和这个香港早换店，就是外汇店啊，早换店的这个价格差距大吗？差距并不大。所以人民币有没有黑市，我觉得人民币应该就很难形成。如果他们中间有很大的价差，它有可能形成黑市。它如果价差很小，100个点子以内的话，形成不了黑市啊，形成不了黑市。那么为什么人民币坚挺？我们之前有个专门的专题啊，人民银行有一个人民币汇率的操控工程，它用了有个工程来控制这件事，所以人民币现在汇率还是蛮坚挺的。我们之前一直说，今年人民币汇率肯定是不行，撑不住，经济这烂成这个样子，人民币哪撑得住？但从目前来看，这个汇率操控工程非常有效，人民币汇率很坚挺。但是人民币汇率这么坚挺，有个情况，它会加快人民币外逃的速度，因为大家趁着汇率高，该跑的就跑啊，是吧？你说呢？有点像什么？你把这个东西撑起来，大家不就跑了吗？你要是压紧一点，跑的是不是就少一点吗？大概是这个概念啊。观点连国家都没有信用，香港一国两制说变就变，还有什么其他信誉？商业就更没有信誉了啊。当然，如果我们一言以蔽之，把所有的事情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你不用看这节目了，对吗？我们还是要看，对，一言以蔽之，国家没有信用，政府也没有信用，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信用。是的，但是它到底怎么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你，83吨黄金可能全是假的，没有信用到这个地步，就作假做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得知道这件事情，好吗？观点，一般这种金条的检测的抽样一定是买通了保险公司的抽样人员。OK， 情况，我手链断了，去修的时候就看见有人在中国黄金柜台闹，说是买的新手镯没戴就发红了。观点，中国内遍地诈骗，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去年我们在上海，太太要买黄金首饰回美，我说怕假金或成色不好，回纽约去买，幸亏没买。那是你跑到中国去买金，真的。情况，对了，最近我们不念这个品牌名称啊，因为会有问题。旧金换新金，该不该去换假？该不是换假的吧？我不知道啊。情况，我们来看看市场上珠宝品牌的名字很有意思，周生生、周大福两家是香港正牌，然后你看国内周六福、周大生、金大福，那很多。那我可以跟你讲，周生生、周大福这两个名字拆出好几十个中国珠宝商的名字来啊。观点，玉石、古董、名画很多都是作假，2个亿买个鸡缸杯就是白手套。作假这件事情大概是全人类没有比中国人更专业的去作假。中国人专业，作假是真专业啊。那我以前看这方面的这个故事，那只看的不是一星半点的多。从珠宝到字画到古董那都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做，一个村一个村的
做那些瓷器、陶瓷啊，陶瓷作假那都是专业的不得了啊。像什么，你像假画，著名的画家金大千就是一个干假画的人啊，就他干过很多这种假画。而且这些中国人不以自假为耻，以此为荣啊，就是说，你看我干了一件这个事情都没被发现，卖了个好价钱，出去吹嘘啊。中国人就基本上，我觉得在造假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觉得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专业啊，更没有底线啊。用个比较极端的话叫寡廉鲜耻。在这个领域啊，在这个领域，提问王老师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银行的黄金相关业务安全吗？你怎么看？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呢，什么理财产品啊，什么黄金相关业务啊，你就老老实实，你要么呢就换外汇放到账上去，你放到账上不安心，你就放到家里去。对吧？你要么呢就踏踏实实做个定存，放在银行里，亏点通胀就亏点通胀，要么呢你就觉得还不甘心，现在不是卖国债嘛，你就买点国债，其他的都不要相信啊，其他都不要相信。你给买黄金保值，拜托，你就那几万块钱黄金保值，保不了值，保不了值，为什么？给你弄条假项链，你保什么值，对吗？或者是999声称999，其实就92，你不是一下子全赔进去了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要相信，而且不要去折腾，越少折腾越好啊。就你说我有1000万、2000万、1个亿啊，少100个亿，那你就肯定要折腾一下。你就那个10万、8万、20-30万，你不要折腾，放在账上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好。仲有個渣，如果咪渣都冇埋啊！提问，王老师，我几乎每天都盯着时间看您的直播，受益良多。你刚才提到中石化2号产品和汇源果汁，这个打着混改的央企项目集资4年多了，不但上不了市，还还不了款。你说我们这些苦主如何维权？在中国做苦主维权只能满地打滚，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你面对的这个是什么？面对的是中石化。中石化是什么？央企。央企是什么？共和国长子啊！共和国长子什么意思？中共的亲生儿子。那你跟他打赢他，所以不要去相信他们这些鬼东西，不要去上他们的套。就是我看过一部漫画，就是我就喜欢看见你就是叫什么看不惯我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哎，就得这样。你把钱装在你的账，放在你的账上，让他看不惯你，但是又拿你没办法，你就不上当，他就拿你没办法。你为什么要去买他的东西呢？他一说你就买了，小姑娘长得好看，你就上当了，是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就是教训，千万不要上那些当啊！提问王老师，中国用黄金做抵押的事情多吗？如果因为这次假黄金案检验出更多的假黄金，会不会引发社会经济上的大动荡？你是要强调大动荡是吗？我不知道。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很少会用这么大一笔贵金属去做质押，借一笔这么大的钱来，很少，一般很少啊。一般像武汉金黄这样的企业，它可以去债券市场发债啊，因为它是一个黄金企业，理论上它账面应该还好，又是个上市公司，它不就用发债的形式，用这种方式，可能他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干一票。因为现在发债不难，现在债券市场红火得很，非常多的企业在发债，特别是头部企业，像武汉金黄这样的头部企业，理论上他发债又不贵，成本又不高，他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想着干一票啊。
假黄金会不会验出更多？不知道，真的不，这个真的，他会不会统一行动？你觉得政府会统一行动吗？我觉得政府不会统一行动，说全国检测所有的黄金检一遍，看看有没有造假。我觉得政府不会干这种事情，特地引发经济动荡吗？我觉得不会啊。观点：整个国家就是一场庞氏骗局，泡沫不知何时破灭。但 CCP 就是厉害，倒不了，人民也就默默接受。是不是不报的时候未到？这个口号我答不了你啊，你说呢？你再喊口号，我就不答了，好吗？提问：当大妈们失去对黄金信任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买美元潮，造成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就是大妈当年买黄金，大妈当年账上还有点钱买了黄金，现在还有钱买美元吗？我觉得没什么钱买美元了吧？你说呢？哈哈哈，说个亲身经历。好情况，之前去建行买黄金，销售和我说其他的银行黄金都是假的，我不信。结果我去工商银行，他们销售和我说建行的银行磁铁都能吸上来，这都是假的。所以你不要去干这种事情啊，不要去干这种事情。大家要记住，在你的这些我们叫资产啊，理财产品也好，你黄金也好，紫黄金也好，所有的理财产品，你一买一卖，其中的交易成本其实是蛮高的啊。交易成本一买一卖，我估计至少7、8个点就没了啊。那么你想还有手续费啊，手续费再加在一起，大概小10个点，就是一买一卖。也就是说，你这个理财产品至少要有10%以上的回报，你才能够打平。那你如果不套现，你怎么去保值呢？如果你一直握着那个东西，那不是进棺材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想明白。我们去买理财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投资行为。所有的投资行为都有一个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低的是什么？股票。为什么？股票交易非常频繁，所以它交易成本非常低。所以股票交易成本是所有投资行为当中成本最低的，就是股票。交易越不频繁的这个交易成本越高，因为它有人手去操作，只要有人手操作，一定有成本。然后他还趁机多收一点钱，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你买一个理财产品，首先你要想到的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买一卖中间涉及的成本，那你回报是多少？超过10%的理财产品的回报，你都不要相信。为什么？一定是骗你的。为什么？那么大一块的资产，他要得到10以上的回报，他还得养一堆的人，他挣什么？他没钱挣了。所以告诉你10以上的投资，你都不要相信。好，10以下的投资你赔的，你做这动作干啥？所以不要做这个动作。大家相信，你这几十万放在账上，赔不了多少钱的啊。观点：黄金造假太小儿科了。当年一帮老农恐龙蛋造假，并瞒过一众专家，才是中国最大的笑话。情况，王老师说的还真是。上周刚买了招行10万理财，就是小姑娘长得好看，太热情了，招架不住。还好是2个月短期，2个月短期，你看你还能收回多少？请大家不要相信那些。对，小姑娘你就请她吃个饭，不是更好吗？对不对？观点：我们老家酒厂老板也是惨。私有化的时候跟当时的官员勾兑，空手套白狼拿下酒厂，结果到了习近平上台反腐，酒厂老板就被官员拿来做投名状献祭了。观点：我岳父当年开厂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和其他的一些老板包一个别墅，让那个当地官员吃喝嫖赌，他的人大代表也就这么搞来的。可惜后来也是因为偷税的问题被当替罪羊了。他的教训就是在中国做生意，不要跟当官的打交道，喂不饱，而且无底洞，没什么靠山，小富即安就行了。在中国做生意其实是
其实是蛮难的啊。在中国做生意难在哪里？三个情况。中国的商人难在哪里？三个情况。第一，他的政府是共产党，天生的要灭掉私有制的人。你面对的一群这样的政府啊，共产党的政府，这多可怕！你说说啊，这在共产党底下找饭吃啊，这是一个大背景，隔三差五搞运动消灭你啊，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市场特别难搞，为什么？都没底线。你要讲良心，你就挣不着钱。为什么这个包子？我举一个例子哈，你在现在中国的市场上面，2块钱以下的包子都不要买。为什么？2块钱以下的包子它不挣钱。为什么不挣钱？你是正常的肉和正常的面，再加上白案师傅，再加上铺租，你这一些成本放下来之后，2块钱以下的包子是不可能存在，是不可能存在。可是你看很多城市，很多包子卖1块5、1块8、1块6都有的是。我们说2块钱以下的包子是不存在的啊，但是就是存在。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买呀，愿意买呀，那怎么办？造假呗。所以纸皮馅的包子都跑出来，原因是什么？很坏的、很差的面粉，加一点增白剂，很差的猪肉，去那个菜市场买那些下脚料，然后打碎，加很浓郁的味道，你根本吃不出来。所以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你想做生意，想挣钱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没底线。所以其实你看开餐馆那个大师傅就是厨师长啊，厨师长你去面试啊，厨师长面试的时候，所有的厨师长不会告诉你我有什么拿手菜，这不是厨师长的厉害啊，厨师长厉害不是这个。所有的厨师长跟老板讲的厉害的地方，不是我能做多少好菜，不是的，是我能用5块钱做出50块钱的味道来，这就行了，你可以上岗了。所以是在中国做生意不容易啊，这是第二条。第一条就是你的老板，你的政府是共产党，这第一个风险。第二个，无底线的竞争，你根本很难挣钱，这第二条。第三条，苛捐杂税，各种规定，你要是按照那些苛捐杂税，你守法经营，也就是说具体的说，守法经营活不下去。只要你守法经营，一定活不下去，活下去的都是违法经营啊。所以你在中国做生意，你看到做大的企业，你不用说这个老板一定是黑心的人。为什么？你看哈，第一，他要投靠中共，要腐蚀这些官员，他才能够活，才不会被收拾，这第一条。第二条，他一定没有底线，就是黄金首饰造假啊什么的，他必须干，不干的话他根本活不下来，他根本挣不着钱，别说发展壮大。这第二条。第三条，他必须违法经营，他如果他守法经营，他那个店或者那个企业早就关门了。就这3条，你必须首先过这3条，过了这3条你才能活下来。你说过了这3条的人还是好人吗？没有好人。所以在中国做生意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观点，今天听王老师讲这个故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被中共勾搭着，急着进中国市场的华尔街大佬们。很多人都说华尔街这些人很精明，而且有整套的市场运作经验，老奸巨猾。但我看那是在市场经济下的玩法，来到大陆这种大家不按规则做事的市场里玩，我看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我还是那句话，他不弄去作假，他不玩点违法经营，他根本活不了。你比如说像那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有做大的吗？汇丰银行进中国市场，他挣钱吗？那么多什么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全在中国市场，有挣钱的吗？没有啊。
因为他上来就说30万才能存款才能开户，定一个这样的规定，他的那个吸储能力都没有，你想想什么情况？所以肯定是不行的，一定是头破血流。他们还是我觉得还是这样，还是那句话，这个高估了中共的实力，低估了中共的决心，还是那句话啊，高估了中共的实力是什么？就是那些国企啊，看着国企账面，哇，宇宙最大的公司啊，宇宙最大的银行，宇宙最大的企业啊，这全是高估的，后面全是空的，没有东西，被谁掏空了？被他们自己掏空了呗。情况坐标上海，今天税务局通知个税 APP 再不注册就上征信相威胁，询问为何在公司代缴个税的基础上还要再扣，回答说不出个所以然，说是公民义务，语气极不耐烦。这个国家对待国民除了压榨就是压榨，根本没有拿老百姓当回事。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所有其他的权利都是不存在的。好了，我念最后2个啊。坐标陕西，家里一个表弟曾经在西藏中印边界当兵，现在是预备役。中印发生冲突后，发了2.56万抚恤金，随时准备调遣。军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请问王老师，很多年前听说美国战亡士兵抚恤金是3000万美金，是真的吗？当然不是。那打一仗得了，肯定不是3000万美金，你不用相信。我不知道是多少，但肯定不会是3000万美金啊。观点：鉴别假货这个行业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甚至能上市。这个国家整体信用和道德可见一斑。财富的本质是信用，社会的本质就是维护信用体系，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情况：山东聊城陈春秀高考被顶替案子的官员，都只是做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陈春秀当年毕业的武训高中校长因为退休不做纪检处分，给了一个待遇降低的而已，犯罪成本太低，弄个党员身份还能做护身符，吹牛皮自己有底线，连底裤都没有的无耻至极。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明谢一下 MUC， 谢谢，请王水喝一杯铁观音，晚上克服种种困难，带上国内的老婆一起看王水的直播，给你点赞。这带上国内的老婆是什么情况？还有国外还有老婆吗？护洒刀，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柠檬茶。王老师，我是我的精神食粮，在我崩溃忧郁的时候，谢谢王老师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请你加油，好吗 ？Peter 周，谢谢 Ben 超，谢谢 Lindy，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节目，点亮小铃铛，谢谢。